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辅助绝活哥的一个塞纳出装符文搭配。现在塞纳，我跟你说啊，有了瑞尔这个硬符里面最强的，但软符里面我跟你说最强的只有塞纳了。塞纳真的是版本很强势。这里上来打一套，反正就是一直 A 对面，射手都不需要打输出，打消耗都不需要，而且优化了以后，现在那个塞纳，它比如说你那个，比如说那个灵魂嘛，灵魂时间到了，只要你在附近，它是自己会主动飞到你身边，不需要再像那个之前一样。哦，这里叠一层被动，有回血的，有治疗，给一手治疗。这里用 Q 去远程消耗一下，二技能命中秒掉一个 ，Q 闪现拉出来，射手补掉。你看到没有？刚刚时间到了以后，它是自己会飞到你身边，已经就是改善了它的那个优化了。这里的话，辅助换掉对面的中单，这种是血赚的。这样的话，第一件选择做了这个。有优势的话，可以先做这个木刃；如果没有优势，做破盾啊，千万不要学着绝活哥这样子去玩。这对面护盾还是蛮多的。我上来，凭着自己有回血啊，哐哐打，不怕。上来 Q 打一套，对方直接吃技能吃到死，这样的话来躲到阴暗处，只要对方不贴近的话，其实他过不来，但是他交闪了，对面很精啊，但是辅助得死，那这样子的话1换2也是可以接受啊，而且拖了对面打野的那个节奏时间嘛。而且有对面的闪现也交了，就是你这个圈只要艾克不进来，是吧？你就易不了。直接压着对方打，对面就是那种输出空间都没有。而且塞纳打到后期是被动叠的越厉害，然后再搭上那个死亡收割暗黑收割，很猛的。这里的话直接对面交闪躲掉了，差一点，但状态不是很好，千万不要冲动，闪现进塔去 A。艾克又来了。二技能劝退对方，他往前走的话，他就得吃到这个困。哎，这里的话有眼，被发现了。这里当个诱饵，看对面来不来人，身上有治疗的。这样可惜没有钓到鱼啊。
默认的输出其实是很舒服的，因为这里利用 E 技能打一套，伤害很高。但如果你打的是劣势局的话，破盾，对方有那个护盾的话，还是尽量先做破盾。哦，这里打一套大招收2个，可以再收掉这个辅助。好了，这把 MVP 我感觉都是辅助的了，爽吃了都。这把枪不会冒火，会抽掉你的灵魂，直接把你脑髓都给抽出来。塞纳其实没有太多讲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对线的情况下就去自己主动去打消耗就行了。Q 技能给自己回血。队友是吧，在舒适环境下清兵，然后补兵线，就很舒服了，完全不用在乎说要 Q 给到队友什么的。团战的时候可能需要这样子，这里先钻进来，给个2技能打个控制，哦，这样的话直接秒掉了，被激活。他吃到2技能的时候就必须得往后退了，还这样冲，其实有点不太理智。就有塞纳在的话，对吧？对面秒的可能都是先秒塞纳，不会理射手，除非你做了金身，对方有个劫的话，对吧？那可能就不会找你，先找射手。在潜行状态下，是吧？又可以有移速。大招的话也能帮到队友，但这里的话犹豫了，应该 Q 起手，能救一手这个射手。哦，这个护盾，我天，这个铁男差点把他砸死了，还好那剑魔差点把砸死了。我这里的话躲了，对吧？躲了初1，躲不了初15啊。这剑魔太肥了，那这局的话估计得打大后期了，想赢的话。这个铁男拉进去对的。不然的话，这辅助其实死了，但他拉进去也不对，这辅助死了就死了吧，大家能集火打他，他在里面的话，瞬间把那个血回满了。铁男是限制不了开了大灭以后的那个剑魔的。这里的话打一个消耗，叠一下被动。这火男好阴间哦。总是走到那种奇奇怪怪的位置上，这里大招支援一下，直接过来，这剑魔要杀疯了都，接闪现接 Q 吗？但 Q 没有命中，还是死了。这把你看要10成的黑暗收割了。
这里狂风之力上来收掉这个残血铁男。兵的话一定要得让队友去清啊，不清的话你这个不一定会掉灵魂。虽然说野怪的话是必定掉的，但兵的话必须得是队友去补兵线。如果自己杀死兵的话是不会掉的。像辅助的话多排眼，像你等于就是辅助现在就是自带排眼刀。对于塞纳这种需要僵尸守卫带个僵尸守卫，其实很容易叠上这个。哦，命中了。铁男回头团战了，但这个位置很尴尬，知道大招，直接被秒掉了。说实话，玩的有点过了，他这样子。但这里稻草人打了个 AOE 伤害，但好像打的并不是很满。铁男扛住了一个棒头，敲死2个。艾克在后面掏屁股，那打了个3换3哦。就这个辅助牛猴哥估计也是打累了放松那种玩法，就是没有说太特别认真了。就是我感觉他的走位和一些就是还是比较放松的。这里的话这么多兵线没人来清，自己来收掉了。队友天天想着打架，我发现大招过来帮一手队友，可以获得2个助攻，但这里剑魔进到后排砍掉双人路。铁男的话不会反向 E， 反向 E 的话他早跑了，对面追不上的。就是这里可以看到，段位不是特别高端局的话，总是想着打架。刚刚那波下路3波线其实很舒服的，谁去吃一下都是能把大剑给掏出来。铁男回家。那这样的话，慢慢叠。这里的话，又可以叠个3层。塞纳的话是每30层有个额外提升，但每一次灵魂的话可以加1点攻击力。哦，这里剑魔砍得很凶，大招，剑魔给放跑了，比较可惜。但对面拿了龙也没用，这样子。哦，那射手的话应该是会被秒掉吧？嗯。哦，对面直接上吗？玩得很凶哦。剑魔可以辅助这边拿到人头。哦，原来是那个铁男拉过来了，直接拉脸上了。看来这个打团必须得远离铁男。完了，这样的话自己也跑不掉了。
哦，这里面有个点就是出现个情况，就是这位绝猴哥呢是在试新的平板，所以他玩的很多都是玩的很随意，其实在那里度过这个适应期。他买了新的平板嘛，难怪我是觉得看着他，从瑞尔到这个塞纳都是感觉玩的很随意。但后期的话，想赢的话，他还是得稍微认真一点的。哦，铁男中了，直接开大扫吗？这样的话，狂风之力秒掉。但在这里的话，闪现再拉出来，收掉这个艾克，操作还是可以的。狂风之力好像会就是直接追踪在没有视野外的那个没有视野的那个敌人，打出伤害，只要在范围内好像就可以。差点就给他跑了。标准的话是做那个复活甲，这里的话他想尝试做一下魂签。魂签的话，如果你觉得你优势够大，想补伤害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就是看你的局势去选择做装备，没有绝对的这种装备。我这里面2技能命中就可以找个机会打一套。艾克还好，这稻草人这样子放大打龙是吧？那剑魔来了呀，开了大刀的剑魔。铁男这时候可以把他拉进去了，但他拉了另外一个人。但这样的话，龙还被抢了，一滴血被抢，但是这里可以收割。90层以后的塞纳就完全可以 C 了，伤害特别高，但持续输出还是有点不行啊。其实木刃的话是好，但我还是觉得霍顿会更优先一点。直接做无尽的话，暴击肯定是100%溢出了的。那这样的话，它会转化为爆伤嘛？但它的，我觉得还是要么血手，要么那个，保证自己的一个输出环境会更舒服一点。但还有的打，两边等于就是在菜鸡互啄的队友。这里他又拉了个谁？拉了个铁男啊，拉个剑魔，拉了个艾克。完了，这里的话伤害还好秒掉了，这个狭小空间输出拉得很满，一直在拉扯对面，但前排已经挂了，烫死了。这样的话，对面2个人直接收掉。塞纳伤害很高，艾克大招回来，龙已经拉脱了，他其实没办法打了。这种的话不要去打龙，因为艾克有惩戒。但是艾克还想回头偷，有点不太理智了。有大招的一定要看他影子，但这里面直接点死了1000的伤害。其实
其实塞纳做收集者也可以哦。你看100多层，120层的话，伤害就是攻击距离和伤害已经很离谱了。说实话，玩到后期，塞纳真的是爽玩的局啊。远古龙加大破盾，但还是选择做个稳健一个，掏出了个那个复活甲。看看这种情况下的 buff 叠满的那个有多强。这里大招，可惜对面艾克过来，哇，3环打出来好痛啊！还好没做无尽，如果出了无尽的话，可能直接被秒了。复活甲啊，是这个联盟里面最稳健的装备了。120多层，攻击距离又来到一个新的高度。它后期的话就是攻击距离会一直叠加。远古龙没有太多机会，对方不跟你打架。这边想推进去，没有太好的前排。哇，这里2枪。2技能命中了铁男，铁男的话直接跑了。这里闪现躲掉对面歌姬的大招。这里稻草人直接上去了，有金身的吗？哦，但很能扛哦，他大招好能吸血。那这样的话，对方就没得玩了，直接可以一波了。我去，一下子1000的暴击。那好，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